加速撤离中国晶片外企，美光公司有部门或整体搬至印度。34家中国科技企业再被美国加入实体清单，大规模裁员或将不远。台湾使出电晶体杀手锏，将出新规限制科技公司出售在大陆资产。美国晶片巨头美光宣布关闭在上海的 DERM 设计业务，要求工程师前往美国或印度，并附赠移民大礼包。据称，此举是为了防止科技泄密，整个搬迁过程预计于2022年底完成。据南华早报等媒体报道，美国存储晶片巨头美光科技已确认将在今年年底前关闭其在上海的 DERM 设计业务部门。业内消息人士称，公司要求150名中国工程师中的一部分人迁往美国或印度。这家在全球拥有约 4.3 万名员工的美国晶片公司没有给出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但伊比特消息人士称，这是担心所谓科技知识的泄密。据悉，美光上海 DERM 团队的150名成员中的一些可以申请调动，成功的申请者将获得去美国或印度的移民套餐。美光本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其 DERM 工程团队将从上海设计中心撤出，整个过程预计将在2022年12月之前完成，在上海的其他业务不会受到影响。这家在全球拥有约 4.3 万名员工的公司没有给出这么做的理由。DERM 是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的缩写，是电脑中常用的一种电晶体元件。不过，据公司内部员工和行业分析师称，此举是一项预防措施，主要是为了防止人才流失和科技泄露。伊比特美光员工表示，这个计划是上个月在公司内部宣布的。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一些前员工和管理层被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挖走，导致科技知识的历史性丧失。另外，这位员工还表示，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科技竞争也对公司的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现时，美光在美国、新加坡、日本、意大利、中国、印度、德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均设有研发中心。电晶体咨询公司 IYH 驻上海分析师 Li Fuwar 表示，美光关闭上海设计中心的决定可能是防止科技泄密的一项预防措施。许多美国存储晶片设计公司现在都会首选将设计团队放在中国之外，现在美光也打算这样做了。他说，中国半导体行业的长期投资者和企业家陈亮表示，美光上海团队已经失去了300名成员中的1/3以上，随着中国其他晶片设计公司以高薪和股票期权不断挖人，美光做出搬迁的决定不让人意外。他表示，随着对顶尖人才的需求激增，晶片公司在招聘方面变得越来越普遍。美光此前曾表示对中国市场上的竞争状况表示不乐观。在2021年年度财务报告中，美光对投资者表示，中国对国内 DERM 制造商的支持可能会限制美光市场业务的增长。去年9月，美光在一份报告中表示，由于中国国有或附属实体对半导体行业进行大量投资，公司面临竞争加剧的威胁。另外，中国政府可能会限制我们参与中国市场，或者可能会封锁我们与中国公司进行有效竞争。美光表示，与其他外国 DERM 供应商一样，美光是2018年中国监管机构针对潜在反竞争行为进行调查的目标，并因涉嫌专利侵权而在中国法院被起诉。2018年，美国司法部起诉中国 DERM 初创公司福建晋华公司，指控其窃取了美光的商业机密。这家中国公司随后被美国列入黑名单，并因无法再从外国供应商那里获得晶片制造工具而陷入困境。美光现时在中国、新加坡、日本、美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地区生产 DERM， 现实上不确定上海设计部门的关闭是否会影响其位于西安的 DERM 组装和测试设施。美光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在西安的 DERM 设备在去年12月受疫情影响暂时关闭后，已于近期再次达到满负荷运转状态。近年来，随着外部技术壁垒不断建立越来越高，自主造芯成为中国电晶体产业面临的最重要的话题。但由于科技瓶颈的存在，国内实现现实世界尖端水准晶片的设计和制造，可能还需要一段长期的探索。近日，
国际数据公司 IMC 支持科技和电晶体部门副总裁马里奥·莫拉莱斯 （Mario Morales） 认为，中国距离实现制造尖端电晶体晶片所需的能力还有几代人的时间。他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我仍然认为中国和具备领先优势的国家相比，可能还落后于3、4代人。”他说：“现在的尖端晶片，比如14纳米或以下的晶片，基本是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制造的。说到底，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制造的，是这些制造企业英特尔合作的产物。”他解释说，中国仍需要获得此类晶片生产所需的软件和设备。莫拉莱斯表示，中国还需要一些时间，可能需要10多年才能真正变得更有竞争力，至少在最前沿的领域是如此。他说，中国最大的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有能力制造28纳米晶片，并已开始产出14纳米晶片样品，但现时缺乏客户来扩大规模。他认为，现时中芯国际仍然必须与美国、欧洲或中国台湾地区的客户合作，来有效提升科技，降低所需的成本结构。